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就像旧的一样，它这个镇子有几次改造，啊，它有50年代、60年代，60年代因为尤其是70、80年代它发展经济，啊，所以这个包括这些店，以前也不是开这种店的。你能认出哪些是小的时候的老的吗？基本都已经换掉了。它现在基本的商店都是为旅游服务，而过去这里是这个镇的中心。啊，这个中心，心脏病重点保护对象，现在心脏病不是心脏病，舒服吗？走，你们先走。他跌倒过，它是一个明朝的桥，但是这种桥它经常会维修嘛。徐老师小心点啊。没事。近灯桥，哎，就是那个做近视。所以江南小镇这个是一个特点，就是下雨，因为经常要下雨，所以它把这个廊棚盖起来。像广东那边也是有那种骑楼，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可以挡雨。哎，太好了，太好了，这种感觉啊，这江南这种雨啊，这条叫市河，就这条河现在也没有什么船啊。在我第一次到里里镇是在73年还是72年，这河里全部是船，而且。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水网密布，这个船都有，绍兴的乌篷船都划到这里来。对，江南这水啊，全是通的，连着的，这旧时期的风景完全是两样。通的吗？所以在上海丢个卫生纸，慢慢可以流到这里。对呀，不是上海这里丢个卫生纸就给它流到上海黄浦江。倒过来。它是有一条河叫太浦河，就是从太湖通向黄浦江。中金家弄，就是姓金的人家住的弄。但是它是在中部，在里里镇的中部。哎呦，那您是核心呐？那也不是，它是表示一个方位。过去就是有送信啊什么，没有门牌号码，就是进家弄或者什么，还有一个叫堂名，有某个这个房子，每个房子都有一个堂名，什么堂什么堂，他送信就这么送过来。那个门牌号码是西式西化以后
那个阿拉伯数字啊什么，这是滞后的。那你家是大户人家？不是，你和南边的房子比较，这个是个并不大的房子。假如我住这里，就是马家弄，我去马家弄找马家辉，就是这个概念。叫中马家弄，马中家弄也是。西许家弄，是吧？东豆家弄，这是私人财产吗？所以你最关心的是，当年都是私有化嘛，都是私人财产。现在呢，都是镇上。他因为后来这个李李镇，他是和其他不一样，他就很早就实行了这个公私合营。那公私合营以后就变成房管所的房子。然后就因为那时候因为这里是一个李李镇的中心嘛，那么有很多人都住进来，然后就变成大杂院。他都标了有个资产编号，我看资产编号这现在是政府国家资产嘛。现在李李镇70%都是政府的房子。那然后怎么又变成现在又变您变书房？您是荣归故里是吧？那也不是。然后书房变您的了。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房子，他正常说这个我们把它腾出来了，腾出来，金老师我们装修一下，你有空来玩，有空来住啊。那本来你说那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我说要不我把它买下，他说买下来也不便宜，但是他说实话，你何必买下来呢？这个牌子一直是这个牌子，人生有限，使用权就够了。你何必把它买下来？那我想想也对，对吧？但是当地政府很精明哎，是吧？他这儿弄一个书房，好多游客就来了。那也是他为故乡做贡献。对，你给我们现在贡献。那我们是要往大门走，还是往这里走？你主人呢？你主人，你就等一下，我把它。您这个进自家门像贼一样，不是应该有10个8个家丁吗？这个大门走，这个要撤掉的，简直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从大门进吗？怎么这个大门没准备呢？好，挺好。这是金老师的装修品味，说每一件东西都是金老师挑的。是。嘉辉，你看，哎，咱4个我觉得可以这么做一下，啪，哎，这个可以照相，真的。来，金老师坐这儿，徐老师，你看他这个排法挺有意思，你看。是啊。这个让我想起那个赫鲁晓夫那个雕像，是一半黑一半白，是吧？对啊，双像。我这么做着，我就录着我的后脑勺了。哎，咱们就这么录个圆桌派，真的，我觉得这么聊天，那我怎么样跟你说话？哎，文涛，你那个怎么样？我这个19年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哎呦，这个颓垣呐，这个没有人了。那时候这树一棵树种在中间，一棵自然生长的树，然后他们没问过，我就把这个树给锯断了。哎，这也很有味道，是吧？哎。您小时候在这儿住过吗？我没有，我就是来的时候最早第一次来是我21、22岁的时候，因为这个房子50年代就变成房管所的，以后我们老家的人全搬到上海。等我19年来的时候，里边都是各式各样的那种残垣断壁啊。许知远还穿个人字拖进来，我说你不要穿人字拖，进去一塌糊涂，走路都不能走。这是现代的保存古建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它等于用现代的建筑啊，把它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展品了，像个镜框，让你欣赏的就是老的这种木雕。哎呦，金家呀，当年看看还真是多金之家呀。也没有多金啊，你看我家那个柱子才这么细。我原来以为你们家是这儿的首富呢。还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因为现在电视剧大家都知道，所以说。我就把这个做了一个展览的主题，就是胡歌，哎，这是导演送给我的这个王家卫，他这个几张照片是导演给我拍的，就我们去跑了上海到处跑，他当时这也想拍那也想拍，所以我这是在苏州河的一座桥上，这导演给我拍的照片，这在南昌路。然后呢，又去看一棵树，这棵树据说是远东最大的梧桐。法国梧桐在中山公园，我小说里面也写了一段这个梧桐树，我地图也画到。然后这是王家卫导演和那个我到李李镇来看外景。这美女是谁啊？那美女是这里的领导嘛。这领导也美是吧？然后这个是那个后来开拍的时候，我不是在里边露了一个脸嘛。
这个是一个导演的工作台，你看，他就每天坐在这个上面看那个监视器。这2个照片很好了。这个2神态个挂在脖子上，你到底什么？是一个冷风机啊！最热的天，挂2，热的不得了。我还穿一个中式棉袄，哎呦，我穿了一下午。哎，这好，我爱出汗。这是您画的了？对，这个是导演当时想做一个繁花基地。繁花基地就是这种样子，把上海各种房子拼在一块，里面还有轨电车啊。所以他说你不要画成这样，你画成有一点想象力的，然后就画成这种，最后这个像一个电路板一样。这有点意思哈，他画的这个，你这也是一种绘画语言呐。你参与创作。你看，这许志远的当时做访谈的，哪有你们拍摄团队那么豪华？这个地方他们就2个机器，一个前面一个后面，对，地上都不能走路啊，就拍的。你看，要不说还是许知远他们识人于贫寒时，我们一般都是等你状况好了才来。哎呀，这儿清凉哎。这儿清凉啊！原先我们4个人在这里聊天的。对对对，有伞吗？不是，我觉得咱们在这儿站会儿挺好。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墙哎，一点都没动过。这墙的感觉，这就是画啊，是吧？对啊，然后你看看上面啊，它上面这个原来是一个砖雕，那么他们说要不要恢复什么？我说不要恢复了。像这种中国式的砖墙啊，你现在就是挂一个空调都不能挂。特薄是吧？太薄，这个什么力都受不住的。我看苏州竟是这样的墙，是的，是的，就这种砖里边还是空心的。空心它能保温嘛？能保温的。当然有空气，它就能保温。所以当年的人他设计的是当年的生活。我们现在挂一个空调，他的师傅肯定不同意，这个掉下来。对啊，你听相信。但是不是也有这个省材料啊？你看，按说这砖咱们习惯的都得摆成这样才结实。对呀，对呀。它这个立竖着摆，这个就是江南的特点。北方的砖墙有这么厚。对，我过去盖过房子。你在黑龙江吗？对。南方因为它这个，你后面院子里这个砖只有这么薄，比它薄1倍。哎，徐老。我觉得这个我们4条汉子可以合个影，他这个墙的背景好。家辉摆 pose， 我们这个是繁花抱着对。是不是应该徐老那个红宝书那个精工的繁花牌塑料伞？哎。原来就这样一个天气，在家里能打伞啊，这是一种奢侈。是啊，无法无天啊。在家里打伞还真的哈，我从来在香港不敢想象。不敢想象。最多的时候住了几家人家？我估计这里住了10几家，最起码有的，10几家人家。那个八道湾呐，鲁迅周作人那个地方啊，我们去数了一下，49个小火表。哦，那就住了50家人家最起码。您来的时候，他们搬出去了吗？全搬出去了，全搬出去之后，立刻这里地方那些砖啊什么，半夜总有人来挖，带着金属探测器挖旧砖，就万一你底下藏东西呢？藏金家。它因为金属探测埋着呢，探测仪它可以，你根本不知道过去人藏一个宝贝。对，谁告诉我说是不是有一个宣德炉在什么地方一挖出来了？哇，那归谁了？归你的？那不是他挖的人，他肯定自个就拿走了。对呀，对。但是按照法律，他应该是交给国家。国家，对。所以许知远聪明，许知远早点来挖了，是吧？哎，但是什么时候了？是出了《繁花》之后，对，政府开始有这想法。对。是你这个《繁花》小说之前，还是大杂院？对。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发现没有，现在镇上住在河边上人家特别少，就除了老头老太太，年轻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对，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不方便，它因为都是桥，还要爬桥，门口这个地上都高低不平，自行车也不能骑。就本来这里是一个水文化，就是一个船文化，就是河里边都是一切交通，你坐上船，像丰子恺先生一样，坐上船你就在船里喝茶。你就到杭州了，对不对？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只有年纪大的人，他还能住这里，年轻人早就搬走了。所以这房子我估计，当时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就搬走了。但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说这个他这个祖上积德呀，后子孙有才，一部小说《繁花》之力，
把这个大杂院又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又回给了金家子孙。就是说，这个房子的重新开发、重新造，都是在小说以后啊。我这小说12年、13年发表的，然后到19年，政府就有一个人，就刚才你说的美女来找我。你知道，一部小说把祖宅抢回来了。哎，那当然也是当地政府有眼光，是吧？开发文创旅游产业嘛，对不对？哎，那也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回香港也把我的旧居改为书房，可是太小，九龙城寨嘛湾仔，只有那湾仔之湖个只有15平米，要排队进去参观。哎，这个我见着了，我给你们介绍啊。这个就是写《繁花》的桌子，对的。你怎么可能在这么个小桌上写的？不是我，你看这有个照片，我的电脑就放在这个桌子上，这是我写完《繁花》以后拍的照片，就一个椅子，然后摆。你说从上海搬过来的是吧？对，这个是我爸爸48年在苏州买的，他本来打算在这里结婚的，所以这个家具都是放在这里，但是后来他50年代在上海结婚，然后生了我大哥的时候，我祖母把这些全搬到上海来。我觉得有点老派作家啊。你没想，咱们现在都是大书桌，是吧？你看那个巴黎那个雨果，我一看他雨果的小说也是在这么大的一个他们都是这么一个很小的桌子里写。我还画了一幅画，你看，我当年的电脑就在这个圆桌上面啊，这个也是。那你上海这个家那个房间有多大？大概12个平方米书房。跟你一样，我跟你讲，我看过王安忆写《长恨歌》的地方，一张大床，两边2个床头柜，我见他，我坐在床的这边，他坐在床的那边。我说你小说哪里写的？就床边上的那个床头柜。哎呦，我跟你说，地方小，作家才能写出好作品。真的，现在工作室画家那大的跟车间一样，反倒弄出来的一塌糊涂。有海景写不出东西啊，怪不得。你看这个。1951年，这套桌椅被我祖母带去上海。2011年到2015年，我在这桌上完成了《繁花》和《回望》。73年后的2024年，他们重归此地。靠着在这张桌上写的小说，老宅也重归今世。哎呦，我觉得这个轮回啊。这是叫什么了？您说讲话，上帝怎么着？上帝给你的礼物嘛。上帝给你的礼物，还是你要及时发现或者接受它。你如果一不小心就没注意就划走了。你看，差了一线，你王家卫就没有找龙头凤尾，就找到了《繁花》。他的选择是对的。这个都是我爸爸和我爸爸朋友，这是我爸爸。和一个老朋友每天通信，用明信片通信的，这个内容，邮局里面就这么公开，就叫明信片嘛。哎呦，金爷，我说您真是金爷啊！您这个对于装修也在行啊。那也没有，我也没办法啊。这是我父母的书。哇，这里还有点雨了。哎，这儿好哎。这个把门打开一点。嗨。哎呀，我觉得这环境好，挺好的东西，我们还是到里面去。你看江南这个屋檐啊，我觉得你要在假3层上看，蔚然成景观。对，是不是？对。这些屋瓦是老的吗？这都，你看这真正的老的，这是一个空屋子啊！你看这个，就是《聊斋》里面故事里都是一个空楼、空房啊。哎呦，真的是，断井颓垣啊。它这个瓦片上面都长苔藓了，你想想看，漂亮。尤其今天下雨，我觉得你们拍几个这个水滴啊，嗒那个特写。这个楼上就是我的一个小型的美术展。哇，小型的美术展，这都是你的作品了。哎，这都是我的画稿啊。哎呦，金老师，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当然是比您小一辈儿啊哈，就是不敢装嫩啊。哎，我觉得。50后就是这一代人呢，就我的就包括像徐老师哈，我怎么觉得就是你们那一代人呢？其实照今天讲话呀，琴棋书画，你看这个特点，我在什么顾城啊、阿城啊身上都见到，就是说怎么你们那个年代的那一伐人了，也没受过专业训练，但是呢，基本上能玩个乐器，或者说呢画画。他说没学过画画，但是他画几笔
就像个样子，甚至是多才多艺。但是呢，你要往后，你看到我们这一辈儿就差很多。你再往下，就只能说是在某一方面他特别厉害。你比如说，你现在让我画画，我连个圆都画不圆了。就是你说没受过训练，我觉得跟我这种没受过训练好像也不同。我完全构不成这么一个，不像样子。我是知道原因是什么的。一个小孩如果说家里越是管着他，为他做选择，他越是不愿意干这个，他自己没有发现能力。那我们50后这代人是父母都根本不管你的，因为父母自个都顾不过来，那父母不管你，你反过来会关心周围一切，包括父母今天脸色不好会不会出事啊，就这种。那么到现在这些年轻90后00后完全被家长笼罩啊，你要去学美术，你要去什么，但是实际上他这个孩子他本身希望做什么呢？他说不定有他自己的发现，但是这种发现早就被家长全给控制起来。上次理想国我和徐老师我们做评委，然后我们被一个一个喊进去问说，你最喜欢年轻时候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说是杰克伦敦啊。跟徐老师一样。然后徐老师进去出来，徐老师出来，我说徐老师你是什么书？他说也是杰克伦敦。所以说这个是很巧的，就5个人，全世界古今中外任何名著给我们提，我们居然撞了。因为你们俩都是上海知青嘛。不是的，就是说那个阶段为什么一个少年会喜欢杰克伦敦，是因为杰克伦敦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是。是一个水手上天入地的这么一个人，就是现在看看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侠客那种。他讲的比较积极，就是主动选择；我讲的比较消极，就是那个时代，他没有专业的教育，那也是没书读，那也是，所以人空出来了。现在的人都被除了家庭以外，就被学校占用了很多时间。那这个学校还有业余的，你去学这个班，学那个班，那个时候没啥好学。家长对你的要求就不学坏就好了。不学坏就还有网络嘛。那时候就算你白天忙完了，晚上就在被窝里面看个书，看个小本，看什么，像网络嘛，它也有各种游戏。那个时候主要的网络就是朋友。对啊，所以上海人讲夹道，哎呦，什么意思？就是你交朋友，夹道，夹朋友，就怕侬夹坏道，夹朋友。夹道就是说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玩，就会决定你这个小孩将来怎么样，对吧？哎呦，你们真是解答了我这个很久的问题。徐老师说的那个，我就想起来，我70年代我20岁的时候，上海每个月都会流行。按地下流行各种小说什么什么，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到上海，我从东北回来探亲嘛，说上海现在最流行的是一套罗浮宫的油画的照片，但现在想想简直太荒唐，这黑白照片的罗浮宫的照片，然后这套照片呢，比如给你看2小时，然后你又还给他，他又转给别人，就地下流传。你说现在的人，你黑白的罗浮宫照片谁要看？当时因为没有东西看，就是徐老师说的，就没有教育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教育的空白，反而带来了如饥似渴。其实自我学习，每个青年呢，每个青少年呢，他总是会接受某种教育的。对。现在是比较这个会考，对吧？考应试教育。对。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教育。所以呢，你自己也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现在是命题作文，对，教育的太满了。它反倒很难发展什么了。当年我们等于是自选商场，你到一个商店里你自选。现在是等于说家长替你选了套餐，谁愿意接受别人安排啊？对吧？现在就算你有得选哈，被你选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对，因为我还是觉得网络的高度的集中，对吗？大概大家用的语言呢？玩的游戏啦，关心的八卦热闹啦，太集中。他那个《繁花》里面最有生命力的一段，就是有几个背景完全不一样的青年，放在今天呢，他们就进不同的学校，走不同的路子。沪生阿宝可能留学去了，小毛可能做生意去了，对不对？对，淘这个开铺头去了。在那个时候呢，没路可走，大家一起排队买电影票。认识了，结果认识了，
结果他们的友谊就超越了这个社会层级的限制。这是他小说里边最有生命力的一段。哎，这是国泰电影院和大知名中的混合，因为国泰电影院是法租界当时旧法租界这个核心部分，大知名中呢实际已经接近那个工人区域，都是工人成分阶级的人。这下促进阶层融合呀。对，这两个地方人原来是不可能有这个上海很多作家都写这个阶层的隔阂，而且呢描写这个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啊，他的合理的动机是冲破这个隔阂。里边不是有人去抄一个香港人嘛，对不对？那香港人看不起人，一个垃圾一样。我说你要骂我垃圾，我什么？其实呢，革命最初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有一定合理性，冲破这个阶级。哎，但是在你们身上，革命的目的实现了不少啊。但是在他的小说里，最后写出来这种更加加剧、更加固化。就满桌上的这个繁华，但是你像这电视剧里这个阿宝他跟这个谁啊陶陶，他按说也算是两个经济收入水平不一样，但为什么这个感情还是那么好？电视剧改的太多了，这是电视剧美化吗？陶陶拿出所有的钱来资助他，这个对，你觉得这是电视剧浪漫化吗？那么也有这种可能。但是从我个人经验上来说，实际到了年岁越大，他的越挑剔，而且因为朋友有各种朋友嘛，对不对？你比如我有很多那种下乡时代的各种朋友，做保安的朋友，就是过去跟他一块儿下乡的，也可以谈，但是不是你的核心部分。哎，但也是很好的。想想过去我们在一块儿，对吧？那个古人不有一句话叫"人生知己无二三"嘛，上海话说叫擦屁股朋友，哎，擦屁股，擦裤朋友，擦裤朋友，擦裤朋友是怎么翻译？就光屁股在一块玩。北方话叫什么？叫发小，叫什么？发小嘛，就是。对，是这个。那你说要是光屁股的朋友啊，混到现在，一个巨富了，一个仍然是贫寒的，你觉得这俩人还真的能好吗？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从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描写呢，我是觉得像狄更斯所写的一个叫一个他后来到了伦敦城里了之后，那个铁匠叔叔很淳朴的一个人来找他，然后他已经跟那个贵族的这帮子弟在一起了，他自个就觉得丢脸啊，然后这个铁匠呢，就也挺识相，你一看这样子就走了。这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大部分的描写都这样。但是我的感受是另外一种。打比方说，过去是大家都一样的，然后到了城里以后，你是一个下岗工人，然后你的同铺的兄弟，他现在已经变成总经理了。他是反过来是什么呢？这个下乡的兄弟，这个已经失业的这个兄弟，跑到外滩他大公司房子里面，一屁股就坐在他的那个大板桌上，然后掏出烟卷来发烟啊，什么就无所顾忌啊。那是个很微妙。然后那个老板就暗地里跟我说就吃不消，他说哎呀，他说怎么办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出生入死的人，他完全用过去一套东西来控制这个局面。但这个就小说里面就批判现实主义，像狄更斯写的，就是完全都是底层的人都是特别淳朴，然后做了资本家就好像特别势利。也有反过来，因为有过去这段感情在。对吧？你这段感情在。哎，这是金老啊！对啊，我的自画像，自画像，我的自画。哎呦，这个我觉得这可以对他进行人格分析啊。这弗洛伊德，你看，让我们马老师来分析。我心理学本科，你看鼻子这儿它是一个鸟，蜥蜴还吃着一个，吃着一个蚂蚱还是什么？你看，蜥蜴吃蚂蚱，黄雀在后，是不是？黄雀在鼻子的位置上。同时呢，最重要是文涛这个颜色很光彩很亮，对，就等于胸有大志，对，飞起来发光。但是呢，你这个是变成算命先生出来的，但是眼神呢又透露出一点
惊恐不安，或者说鬼鬼祟祟，感觉呢，这个皱纹呢，既像被生活的折磨，但是又代表了他心中的那种海燕般的梦想。你觉不有点像那个海燕？你看，把文涛这段解读用文字版附在旁边。行了，金老被解剖透了。各位，刚我们通常是说解读这个图啊，其实是反映了解读者的心理。刚那鬼鬼祟祟，这是文涛的心理。你看这往下看也漂亮。哎，今天下雨太好了。好，漂亮，漂亮。你看，这是它的设计吧？所以一句话概括，就家里能下雨，家里能下雨，家里能下雨。这是一种奢侈啊！你是喜欢住上海，还是喜欢住你这儿？住这儿呢，就有个最大的麻烦，就是要老是楼上楼下跑。我原先住过复式房子的，为什么现在大家喜欢大平层？就是老是跑，忘了一个东西又上楼一趟。有一个解决方案啊，家里请5个女佣就行了。对，5个女佣。春夏秋冬还有什么东南西北中？哎呀，中你替我上去。家辉在努力中，目前身边常跟俩女的，一个是老婆，一个是助理，是吧？现在快有第3个了。家里还有个菲佣。对，没错。哎，我觉得这个有点都市浪漫，哎，这个有点上海浪漫啊，很让人有文学性的联想。你觉得他这个画，有个故事？对啊，哎，是有故事。对啊。哎，什么故事啊？对啊，不，这个要看你看，主要是画是给人看的，你看下来觉得是什么？你看，我就觉得是一个活人抱着一个没有生命的，现在就是这种跳舞来说，过去应该是2个人非常身心协调的。但是现在这2幅画画的都是一个真人抱着一个偶像。我们很多时候抱着的人像是个塑料人。哎，对啊，就这个意思。它外面实际是黄浦江。对啊，对啊。但是黄浦江上的这些船和家里挂的画连在一块儿了，这是我比较得意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是不真实的，但是它又是这么真实。这个真人呐，他有点吃力啊。是有点勉力的维持着一种好像是无情的冷漠的东西。文涛太厉害了，但这个鸟都被他发现问题，我都没想到，无意识泄露了。老金，你以前答应过的送我一幅，我知道我会送你的，那自然我了，那对，你们3个人到时候把地址都给我。他现在值钱了，你知道吗？这下惨重，是亏了。金宇澄的手稿，这都是我的手稿。这个是一个90年的一个写李李正的一个小说，欲望，夜之旅。家辉是手写收集狂啊！你还不是当时手写稿之后寄给出版社吗？对，你还能拿回来？会拿回来。你看这个是这一套稿子的封面，他把我3个字剪掉了，就是签名，他要印在收货上。原稿就还给我了。那一般的有很多出版社不还的。对，前一阵子听余华说谈到他刚开始写作寄给出版社嘛，手稿嘛，后来呢有了复印机了，影印，他拿去影印，可是影印完之后呢，他还是把手稿寄给出版社，为什么呢？因为他写手稿的稿纸是从出版社里面拿过来的，他觉得免费的，不用钱的。他就把手稿寄过去那复印本呢，他要付钱复印，每一张那时候每一张是1毛钱，他觉得这是我付钱的东西我当然要留着复印本手稿都寄出去。所以到后来余华说他这一辈的作家手上全部是自己手稿的复印本然后原稿全部寄给出版社，没了。他等于说判断错了，对，实际有价值的是原稿。没错，现在都拿电脑写作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少了一笔钱呢？那是是吗？那是。你看我这个稿子这边这个稿子就是那时候就用电脑写了，但是电脑写的我在电脑打印出来还在改。改好，还在改，这就是《繁花》第一稿的修改稿。真的，将来拍卖的就是这种手稿了。不是，应该手写的吧？不是，他们现在后来没了吗？他们现在有的作家，我听说什么他是电脑写的，他最后自己手抄一遍。那是有这样的，一笔钱呢，那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哎，这个帅，哎，这个像帅哥，真的，这个也帅。行了，咱们到真正的繁花书房了。好的，好的。哎，来，小心啊，小心，小心。你看，我以为这个书房是一个像晚清一样的那样的书房，那边金老把它变成个在繁花书房的圆桌派。你为什么不弄成一个那个老棺材瓤子的那种？那个，因为这些我们看的书都是有很多朋友进来一看都觉得很亲切，就是80年代新出版的那些翻译小说，那些发黄的那种。它本身不是中国古典的东西，我们徐老师的书，对，宣传很亲切，很亲切。我徐老师眼睛可尖了，到处看见自己。我告诉你们，我的书在右边第3格啊，还有2本。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钟表厂工作过，对，所以说呢，有一次跑到一个旧货店，看见这个钟。我就情不自禁把它买下来，买了这个钟出来，遇到一个老先生拿了一个座钟，他要跟这个老板讲价钱，呢，老板比如说是450，他说500啊，行不行？那不行，就450。我就在边上等着，我想这个钟也挺好看，他如果现在出门，我就到门外跟他讲个价钱，我说我就500，但这个老先生也不出门。后来我一想，这个东西一买还了得啊！买一个就买10个，这也没底啊，所以就买了这一个。这是一个船钟啊，就装在船上的。船上如果风浪无论怎么摇摆，它不会有误差。这是个英国货。哎呦，那就是现在纪念您在钟表厂工作。对的。但问题是你要梯子，这个梯子爬上去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点？实际梯子蛮结实的，但是我告诉你，书实际到最后现在来说，你像安藤忠雄他设计的那些书店，他有3层楼那么高，就是不可能会上去拿，但是他就要这么做，所以后来就是看书就是这么看书，他书就变成一种叫什么装置了，装置艺术就变成装置，就是给你这么一个氛围。对，我就说啊，书架岂不是最好的文化墙吗？咱们你看，2扇文化墙，咱们这仨文化人啊，来坐。我记得上一回到北京来，你还点一炉香，还点着一炉香。到您这儿点花了，到处是这个版画。不过金老，你说上次啊，我就跟你说，昨天我前天我头一回见着你啊，你觉得我是当着你面说好话，我们团队的印证了我这个话。我昨天我这个人呢，就非常爱看相，我说呢，这个《繁花》电视剧之后哈，这个原作者啊，这个肯定人当红，因为什么呢？我一见到你啊。我就说，比咱们几年前做圆桌的时候，我怎么觉得好像钝了似的？就是反正这个好看，面色嘛，面色都不一样。我老了很多岁，没有吗？那次你记得我还调侃您呢，我说他像一座山雕，你知道吧？这个脸上的皱纹像是生活的苦难，然后我就说两眼像那个刀比利那种老鹰一样，就那么一种，甚至是有点阴质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昨天我们这小女生也说是不是这人当红，面相会变年轻啊？我当红吗？我，红了好久了，这就要说你了。你觉得这个《繁花》电视剧播了之后，对你这个原作者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挺恐惧啊。深深地感受到网络给人的那种压力，就是说你每天打开手机都在议论这个事情，就是说人好像非得要经受这个，你才能感受到说实在话，人的本性里面是不愿意被人注意的，
你哪一天突然发现说，尤其一开始的播出的，一开始的大概2个礼拜，哎，不要说是我，导演都特别紧张，因为我后来想想，导演他原先拍片子的时候，他拍一个片子都10年，他根本没有现在这套系统的，他有他的紧张，就是说啊，有人告诉我说，有人在说这个那个啊，后面还有一些后台的那些，而且他的紧张是因为他完全后期没做，啊。那么，所以一个是焦虑，一个是恐惧。恐惧就是生怕，或者说哪一天，因为他毕竟投那么大一个东西，这么议论纷纷，全集中在这个地方。我一直这么说，我说高兴，你说红啊也好，高兴，人的高兴只有几秒钟，几秒钟之后就开始，也别说苦难，就是很紧张，就是说，啊，这个怕出什么事情。对吧？我一个人我也不怕什么，我一个小说本人就一个人写的，人家一大摊子事情。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王家卫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原来感觉是云淡风轻的那种艺术家，特别仔细。哎呦，你看那网上说的，看所有的评论。对呀，虽然坚决哪儿都不出席，但是什么他巨蟹座啊。哎呦，巨蟹座什么意思啊？巨蟹座简单的说法就是一只螃蟹。外壳非常坚固，内容非常丰富，他就是这么一个啊，各种想法，但是表面上啊，你们察觉不出什么。他各种想法也是巨蟹座啊，因为他是一个咣当一下子就是说你跨年播嘛，他底下都没准备好，他变成紧赶慢赶，24小时加班做后期。也只能是3集、2集这么每天做了送上去。他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第一轮播过，再精修版做一个精修版。比如说胡同里面阿宝的脸就有点不清楚，很黑的，然后他能做出层次来，还有那个声道，比如这个人说话在这里，那个人说话在那里，所以他这个片子是可以在宽银幕的电影院播，全部在加班。他一直是第一轮是做到，等于结束的前2天送上去，才歇喘口气。所以听说还在重新做嘛，现在还对啊，他还在做，还要做什么翻译版啊，什么外文版。但是徐老师关心的不是这些层面啊，徐老师可能关心的是原作者看到电视剧之后，是不是这是你关心的方向？这我的印象是，他就是说改的电视剧跟他那个小说没啥关系的，关系不大什么。后来被他追死了，他就说你人家这个我在你怎么成黑粉了？不，但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在什么播客里提到过一句。他因为是什么呢？有人断章取义，说那个把徐老师的话拿出2句来说，王家卫拍的东西说。老金讲说没法看啊，实际这是有一个前因后果，就是说你这个文学原著实际是真的片子要拍到他那个程度没办法拍的这个，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哪怕电影学院毕业的，第一次做导演的，他也绝对不会按原著来拍一个片子，他一定要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发现。实际王家卫要想拍的远远不止我们现在所呈现的这个，他什么都想拍，但是到最后只能是最后做这个选择。这个也打动人啊！让我们集体怀旧一次我们最有生气的那个年头啊！我当时看了，我就说，会不会像过去渴望啊，是那种啊，就是大家都会触动每个人的最柔软的这一块。我说我真的没法估计。因为有时候想想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有区分嘛。我喜欢这一块，我喜欢那一块，兴趣非常广泛。对，有的喜欢汪小姐，有的喜欢像徐老师喜欢谁？马伊琍是吧？啊，不能马伊琍是我断章取义，那跟我抢这样。不是他，你忘了，你不是喜欢李黎吗？你是所以来到李黎吗？哎，真的。李这个名字跟你这老家有关系吗？我根本是不知道，但是我仔细想想呢，因为李这2个字，对所有人
他只要跟这里没关系的人，他不会有这个词组的，也不会有这个发音。我在想，可能是我本身储存的这么一个音节，啊，那是英文名字吗？因为我读的时候我就想啊，可能 Lily， Lily， 或者对啊。那么这个小说里面呢，我故意都是取那种，比如阿宝就是宝总啊，什么台湾人喜欢张太、林太那种，那么就张太、林太，什么张总、李总。我都是故意用这种最简单的名字，最抽象符号的，没有任何含义的名字。那徐老师，上次我们仨还聊过一回啊，对这个电视剧，你现在又有什么新的想法？人呢，听好话习惯，有你100句好话，最后有一句不好的就在乎。但是我还是这个很吃惊，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真朋友当着老金，你就什么都说。对啊，我觉得他改的还是蛮好，我觉得改的蛮好，是不大相干。他讲的也没错，这个新的这个电视剧的繁花跟小说的繁花，不大相干，但是两个都是杰作，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水浒传》生出一个《金瓶梅》，这是你昨天说的话。而且呢，内容倒过来，他的小说呢是《金瓶梅》，然后那个电影有点侠气、侠客的这种侠气，是反而更接近《水浒》的这个风格。所以我觉得家辉有个妙评，这个东西有点王家卫特色还是香港特色。他说是拍成了一个武侠剧，没有，因为我是把它跟前面《东邪西毒》那个作品来比。东邪西毒当时我有一个看法，就是把那个武侠剧拍成一个爱情片，把金庸小说拍成张爱玲，是这种感觉。各种的英雄人物啊，侠客，可是里面的谈情说爱，回不去，出不来那这一次王家卫，我感觉就把那么一个时代变动里面的生活的作品，拍成了一个武侠剧里面都是那个好像一个宝总的出来耶稣叫那个，我给他一个金句，经常讲金句，经常给他一个人生的智慧的启发，就像那个武侠小说常见嘛，看到了大师嘛，给他传授武功，他功力大进，然后后来各种的商场上面的那个计谋拍成武侠剧那金老师看这个剧有没有觉得看武侠片的感觉？我不是香港人呢，我好像这方面敏感还稍微淡一点。我可能更加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原先和导演我们做过很多次谈话我们前期筹备包括我后来画过很多，在没疫情之前我就画过一些戴口罩的女人这个就是因为什么要画戴口罩的女人？戴口罩女人就是因为导演有一回拿了一个70年代末的一个上海女人，戴了一个口罩在和一个男的跳舞的舞厅里面的照片，然后导演就问我了，说那个时候为什么上海女人会戴着口罩跳舞我觉得这导演这个人真的是他对资料的这种敏锐讲究。那么我就告诉他说呢，当年上海漂亮的女人她按现在的说法，你要买什么化妆品这算是你高档。但是上海当时整个70年代，它没有什么东西嘛，对吧？没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护肤品。然后她要保护自己的脸，所以呢，这些爱漂亮的女孩子会经常戴口罩，尤其冬天的时候，这都是冬天，夏天不会。那么骑自行车或者出门，那么后来就衍生到舞厅里面，它不是一个神秘感，它实际就是不好意思，你喝点水，喝点水。每次金老师讲到女性她就犯咳嗽心里好像有点情绪。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呢，实际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当时都是这样，就给我的印象，当时女人都是穿黑色或者藏青色，就穿蓝色衣服的。那么它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它或者就是
冬天的时候，它有棕色是棉袄，它有一个毛线织的那种淡颜色的围脖那种，还有就是口罩。所以我说这个女人肯定是一个很时髦的女人，她要跟别人不一样，识别在什么地方，她有一个设置，有神秘感，也有一点神秘感的意思。因为上海那个时候的舞厅啊，相对来说很开放。后来我去香港就被他们警告了，你不能看到坐着一个美女你就去请人家跳舞。在上海呢，真的是都可以去请，哪怕他旁边有男生在一起。是，但是有些女的呢，她愿意跟你跳舞，但是她又想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一个陌生的男的搂搂抱抱的，所以她就不摘口罩，她口罩是外面骑自行车过来的时候戴着，所以她戴着口罩跟你跳，她这个也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说，我就只是跳舞而已，我没有任何别的。在上海是最容易找到美女跳舞的地方。那个时候。哎呦，那你说，那跳舞那男的，他情何以堪呢？怎么不是很自然啊？是不是？我是觉得那心里会有无限想象啊。一个戴着口罩的，对啊，就像蒙着面纱的面纱女性，面纱，一双美丽的眼睛，好看了，这家伙更好看了。那个基本上是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那个时候什么蓝色多瑙河啊之类的进来了。我们徐老师个子这么高，一表人才，当年肯定舞厅里面也是一个活跃分子。对，你个子也不矮啊。对，我那个时候就被他们仇恨了很多年，就一批青年评论家。原因是他们开会嘛，就有个跳舞的，他们去请一个这个漂亮的女生跳舞，几个人请都没请动。我后来进来的，我不知道他们前面发生的情况，我去找他跳舞，他跟我跳了。好了，这帮家伙后来仇恨了几十年，每次碰到就说：“哎呀，你当初啊在海南岛开会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讲的那个口罩那个，我就想起来，那是一个很微妙，冬天的，就他可以摘下，但他戴着以后，他表示我只是作为一个就是跳这个舞而已。可是往好处看，他戴口罩跟你接触，他讲话别人没看到他嘴唇在动。哎呦，你更阴呢。没有，因为刚两个人就外人不知道这个女的在跟他说，没错，亲爱的，我是谁？对，因为刚子东说，就算身边有男伴，也可以请他跳舞嘛。他不能给男生看到他跟你动嘴讲话。刚到香港的时候就去朋友带我们去跳舞，那就是跳舞，有人跳舞，香港的朋友就警告你不要随便请人跳舞，旁边人家有男的坐着，这个到时候就很麻烦。那我说香港那没有跳舞的地方，它有舞厅。后来我去了一下，那舞厅妙得很了。那舞厅跟我爸爸讲的49年以前那个一样，就是女的过来，你可以请她跳舞，你也可以不请，但你请她跳舞了以后，她就把一张单盖一个章放在你的桌上。什么买单啊？不是买单，就等于像饮早茶一样。卖酒的一样，这是一支舞这是一支舞，这个过去舞厅都这样，上海是好像是，比如说是根据你1块钱跳几次舞来分舞厅的。那我说民国时代是1块钱跳几次来分档次的。1块钱，1块钱跳1次，或者1块钱可以跳5次。打比方说1块钱跳5次，我们是5块钱跳1次，1块钱跳5次，我们5块钱跳1次。通货膨胀。这个价格这个是因为，比如有的收费高，你就高档舞厅；你收费低的就是小舞厅。哎呀，做上海人这个细节，施之纯先生跟我很详细的讲过。就当初很多地下党的活动，文化沙龙都是在这样的舞厅里进行的。那是。哎呦，真是你们说这个，我就想起其实最好玩的就是一个世界和一个世界的边界，或者说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边界。就那个时候还很保守。你们说的这个，我一下想起我们武汉大学的食堂，那个80年代上大学刚刚实行跳交际舞，你知道很诡异的，它跟你想象的情景不一样，在食堂里。对吧？我们大学然后呢也是，这个食堂呢，那个横宽大概跟一个足球场一样然后呢，女生一排贴墙站那边，男生一排贴墙站那边，你知道吗？哎呦，我这个脸皮薄的，你真的没有勇气啊，那就意味着这个你男的一定要请女生跳舞嘛。那么谁
走过这个漫长的几十米，那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般你得是跳得最好的男的，你有这个自信。像我们这种碎催的，你知道吗？就只能看着人家，而且你敢不敢邀那个最漂亮的？对。然后，哎呀，这么走过去，但是你知道，很长时间开始不了，因为一开始都是没人开头。那一排，终于有一个男的有勇气走过去，然后又有一个男的。然后呢，根据这个相貌不等，反正你能看出生物的规律，对吧？然后互相哈哈哈跳起来。然后我就记得，我永远记得的是那个很好跳，因为食堂的地面呢都是机油，那个脚哎，你看，就那个时候，从那个我们很羞怯、很保守、很封闭，到开始，你能唯一一个机会能够抱着女生。哎，这是一个边际的突破。你看到今天说起来是笑话，现在等于说跳舞现在就变成广场舞了，就老头老太太那种。上海啊，就一般的也不大有这种没了，交谊舞就没了。我记得就是徐老师说的这个，我把这一段写到《繁花》里面的。我有几次我华师大有个朋友嘛，他说我们这里每天有舞会，你过来。然后我快到舞厅的时候，他就教我，他说：“我跟你说啊。”你到舞厅里面，你去请女孩子跳舞，你看这个女的是个女学生打扮的啊，你就要介绍自己，说我是你们华师大后门卖水果的，或者开小饭店的，他就会对你很热情啊。他说如果你一看这个女生打扮，就不是我们校园里的人，是后头朝阳新村啊，什么长风新村一般社会女子，你就说我是华师大的老师，那人家就会对你很热情，挺有意思。所以说这个，我就跟你说这个《繁花》呀，其实我就特别想跟人说，电视剧和小说是不同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讲这个李李，我觉得电视剧没法拍得那么狠。你比如说这李李，好像《繁花》里边的故事是什么？最后跟阿宝。一夜欢情，那为什么有没有一情欢情也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他们网上有人说就是一夜欢情，是有一些特别敏感的人，像我们文涛我发现他是一个特敏感、特能解读的人。他实际这里面没有一夜欢情，就是这个辛芷蕾坐在车里在睡觉。但是我当时就看见网上有人说，这个就说明他们是有事情了。但是我没看出来，我就是阿宝一个人出了车门，在外面抽烟。他这里面人之常情，说明他对你充分放心放松。怪不得你们俩都爱开车。我就一点没觉得。你看，你们俩是比较敏感。不是，我现在就好健忘。为什么我记得一个很凄厉的情节？是哪一个？是李李吧？就是说他当年的引出他当年一段经历，就是说有一个反正过去的江湖上的一个老大，然后怎么整他，然后在他身体的隐私部位，那是小说里面，那是小说，他电影里面不是这样的。因为电影里为什么我没有这想法，是因为前面有一段阿宝站在楼梯口，这个李李走到他面前，两个人快要嘴巴都要凑近了。好像我们要看吻戏了嘛，他一转身就上楼了，这样的人怎么一眨眼就两个人好上？这不可能啊！我是这么推理的，我就觉得老天真了。那个鲁迅评晚清的这个青楼小说啊，有3个字，一个叫溢美，溢美之词那个吗？对，讲的是品花宝鉴啊、青楼梦啊这些。一个叫逸恶，就是九尾龟这一路，还有一个叫竞争，靠近真实，讲的就是《海上花列传》。他那个小说啊是比较竞争的，接近真实，对，接近真实。电影呢是溢美的。就是对于这样一种男女关系，你看这个宝总多纯洁啊，身边3、4个女的啊，都不知道生理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对不对？这个在郁达夫看来那就虚假了一塌糊涂了，那只能从武侠的角度才能理解。还有那么多女的崇拜他，从头到尾，对不对？那个就是美化。
他为了电视剧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他美化。他小说里面的李李可狠了，对不对？他不知道糊里糊涂就睡在他床上了，灯一开，周围都是剪破的洋娃娃，对不对？对，那些洋娃娃都是残坏，睡在李李的房间里。对，吓死人了！你一个男人的角度，你跟一个女的睡觉，第二天这个灯一开，都是这洋娃娃是一个梦幻的象征，可是都是剪坏的，然后才有这个走玻璃 T 台啊，又怕走光，他被刻字，这个李李这个铭心刻骨的这一段，也是阿宝整个小说里边最实际的一段性关系，对不对？对，这个是竞争，这个是竞争，竞争不是竞争，真实的。我没记错的话，就是鲁迅的概念，里面有好几段都开灯关灯，很直接的情欲的表现。你说的是小说是吧？对，小说里面的。所以他讲这个武侠剧啊，你说你搞不太清楚啊，我就善于解读，这个话呀，能当好话听，也能当坏话听。这武侠剧说的是。是从好的讲啊，从好的上讲，爽剧，老百姓喜欢。你看巨大的成功，你不能否认，他就是大家伙他喜欢看。但是他喜欢看的原因呢？比如说有些是电视剧高手，这个电视剧高手他是明白观众心理的，就爽嘛。但是这个爽剧呢，有没有包含一点一个剧要特别爽啊？必须冲突戏剧特别强烈，人物性格特别强烈，人物性格过分鲜明，以至于有没有点脸谱化，以至于有没有消弭了小说当中的丰富性、灰色复杂性。这个您怎么看？对，我觉得确实是不一样的，确实是不一样，就是空间都不一样。那个所设置的这些要考虑的受众也不一样，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规定啊，一些什么，所以说能够做到这样已经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刚才一开始说到口罩女人什么，我本来想说的是，他当时是一种地毯式的调查。舞厅这块有一堆人去采访，什么黄河路采访，是不是各种准备？我们是不是25集就拍25个饭局？他都想过，还想过什么？还想过阿宝演3个男主角，就是小毛、护生和这是小说里的3个人物，3个人就他因为特别喜欢胡歌，就王家卫特别喜欢他。他说要把他这一个人和3个人都是由他来演，哎呦，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他3兄弟如果哪天见面，你说怎么办？他说这个有办法，而且真的你不大简单了。你怎么弄法？3个人换头吗？就是说，你也不是换头，这3个人都一样的，他要化妆，3个人，这难度很高的。分开来拍嘛？分开不是，我们3个人正好3个兄弟碰在一起喝茶，你怎么拍啊？咱别替他操心了，就是他也否了。我说的就是这个，他就是有很多想法，很多方法。那么搞到最后呢，是做这一块，他不像一个写小说的人，他只要1个人就够了。所以他开机那一天，他就说：“哎呦，我说，祝贺你啊，怎么样？”他就说。从今天开始，他说我就要给400个人发工资了，就是这个意思。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电影首先是一个 business， 对。过去比如说对王家卫的电影，好像像《重庆森林》或者什么的，很多的反应是看不懂啊，就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感情，好不好，到底好不好？它是一种暧昧的东西。但是你看这个《繁花》电视剧。为什么他说像武侠剧呢？要不说那天我还评价我说这东西真是男人有意，女人有情，就是如此鲜明的。大概这是因为现在的社会需要，就是希望爽，希望感人可能是做过调查吧。那你的调查呢？你小说里的男女关系，你的调查？小说里也不是调查，就是我记忆中，比如说有男女关系特别有意思、有特点的，我不用记，我就会储存起来，就变成一个关键词储存起来，我不会忘记那么，你为什么对男女的故事好像特别有兴趣？
我倒也不是有兴趣，就是因为他特别嘛，所以写小说的人实际上是和所有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会什么东西他都要把它保存起来。那么一般正常人呢，他如果不开心的事或者负能量的东西，或者精神污染的东西，他都立刻最好把它扔掉。我觉得写作者的他的耐受力，就是说他会把它保存起来，而且他自个也不会生病啊。就是说我要把它保存起来，到时候我要它写出来。因为写作就是个治疗嘛，保存起来，负能量也好，什么都好。你透过创作写作，其实也自我治疗。对。刚才说为什么好像对男女的事特别感兴趣？对你也是啊。我觉得男女我都感兴趣哈。我觉得有一个答案的，因为比方说友情、亲情什么都好，相对于男女情感来说，男女情感是更复杂的，有情、有爱、有恩、有怨、有恨啊，多么不同层次啊。跟朋友啦、兄弟啦、姐妹啦，那个多了一些面向，所以就创作来说，虚构来说，多了一些领域给你去挖掘，给你去想象。我觉得，所以你看古往今来，中外古今哈小说，越动人的那个男女的情感写得越丰富。可是说回那个电视剧啊，很聪明那个导演，我常说拿了3根拐杖来帮忙他走路。第一根拐杖是什么呢？经常引用《繁花》原著里面的句子，对不对？来那个，连一出来就是金老师在前面向你致敬，对不对？提醒人家第一个出场的角色，一回头啊，然后这是用原著里面的句子。那第二个拐杖呢是用什么呢？它有一些旁白嘛，对不对？解说几年。什么股市有什么疯狂的起，疯狂的掉哈，唯恐观众没看懂。那还有第3个拐杖，特别里面的黄河路上面不是有个小摊贩吗？卖烟的吗？经常副导演是电视剧的副导演，不是啊？偶尔就有人过去问他，发生什么事了？那个小胖哥就说，那个谁来一个解说。那观众就懂，所以这是王家卫啊前所未有的体贴观众。唯恐你不懂，我给3根拐杖，让你来了解我镜头下的繁花，不一定是了解文字的繁花哈。我经常把繁花读成繁瓜，不好意思啊，发音不好啊。你喜欢开花结果？对，那个我觉得他前所未有的体贴温柔。这个我倒真第一次听我们家辉讲，但是他们专业做这个，他们肯定会有各种资料来说，我们这里应该吵架了，或者说这里应该打一个耳光，或者这里应该什么。以前不是电视剧，他们都有一个模式的，就是说要，因为怕你看到一半你去做事了，对吧？他要让你留在这里不要动。我有一个问题啊。你喜欢你小说里的人物吗？因为很多作家不是说我对我的人物有感情，对吧？有的时候甚至是我都控制不了他的发展。是。我想问问你，爱你小说中的人吗？当然喜欢，当然谈不上爱的问题，就是喜欢，对，就会喜欢。那么当你看到电视剧的时候，你喜欢电视剧里的那个对应的那个人物吗？因为什么？因为小说它的是一个解码的过程。我们编码就文字，你通过文字你产生的画面，你想，你比如《红楼梦》，你一个演林黛玉的人，我们看了林黛玉，你去看一个最优秀的演员，他说他是林黛玉，你怎么能接受呢？那么你事先就要想好了，我看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东西，这不可能和文字对号的，文字唯一的对号就是名字，它是这个名字。你已经放弃了，预先我就放弃了对小说想象的垄断。没有，就我就是觉得说，我就要看，我的兴趣点是在他怎么来阐释你这个人物，组织这么一个故事啊，他怎么发展这个，他重点落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很早就知道，肯定像导演这种这么有想法的人啊，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新的生命。他这个是他有事前跟你说吗？有没有说？早一天找你坐下来，金老师，我告诉你啊，
我那个跟你小说无关系来的，事先有给你打底。他才不会跟我说，他不会跟我说。他而且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故事啊，谈什么啊，我们瞎聊啊。但是进入到真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呢还有一个话剧在，另外还有一帮人在做这个舞台剧嘛。话剧比较忠实原作的。那么他是比较忠实原作的。话剧不知道怎么回事，话剧都是忠实原作，很少有说话剧这个怎么样。这是一个好像一个行规，行规惯例啊。不，电影大部分也是忠实原作的，电影忠实原作，王家卫例外。电影你看什么？你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我看那么多版本啊，那个是像《红楼梦》一样大经典，谁都有诠释的机会。是啊。实际上，他们就是说，他们在王家卫在做这个真的接触到真的他们这个时候，他就不跟我讲的，因为怕我讲了之后，我可能去或者在里面实际我不会了，就是说，因为这个行规，我是在外面的人嘛，但是我听说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要私心上讲，假如不是说拍这个电视剧，说您呢和王家卫实际上都比较喜欢在电视剧里出现最短的那个女朋友。你说的是雪芝，雪芝是不是？是。为什么？因为她比较文艺嘛，对吧？她比较文艺，这个女孩。就是13路买票的。你是喜欢杜鹃这个演员，还是喜欢小说里的那个雪芝？对，因为小说里边呢，和实际电视剧里边这个后头的人物走线又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说，小说里边是前头部分都一样的啊，他和阿宝之间的交往啊，什么，到后来呢，是因为雪芝家里的人极力的反抗，不能把自己女儿嫁给阿宝啊，因为当时谈恋爱不像现在谈可以谈5年、谈10年，当时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嘛。所以呢，这个阿宝他爸爸也说，像这样的人家，全家人都不喜欢你，我家里又没房子，他们家里有房子，你结婚你能跟他在这么家庭里面的你能过吗？雪芝呢，又是他全家的兄弟，上面的姐姐和哥哥都在下乡，全家就兄弟姐妹就他一个在上海，靠他翻身。所以他呢，在这个位置里面，他也符合他的人设，就是说他永远没有和阿宝说我一辈子爱你啊，你要怎么样我就跟着你走。但是阿宝这边呢，因为他父母反对以后，他就希望雪芝说我永远不离不弃，我跟着你。阿宝他也有自尊心啊，他希望这个女的能够，男人都喜欢女人死心塌地跟着他嘛，但是没有，所以他们2个人后来就很自然的就算了，因为他们雪芝家的人闹到阿宝家里去。算了以后呢，等阿宝过了很多年之后，阿宝变保总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各种太太什么一个场合遇到了雪芝，那是小说里了。就是说到小说最结尾的时候就再见阿宝，就听到阿宝在苏州河上走，就有一个电话进来，阿宝和护生在一起走，这个电话里面就说阿宝我是雪芝。那么阿宝就说我现在不方便，我们以后再说，就把电话挂了。就说这个雪芝来找阿宝了，但是别人告诉他说雪芝现在是个贵妇了，就是说，那这是小说里的。那么导演这边是把它写成和另外有一个护生的男朋友，在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个香港人来。那么为了要嫁给香港人，跟护生分手了，他把这2个人合起来了，这2个人合起来，形成了雪芝后半部分，然后又死了什么，这是导演的理解。那事实上，你写这个关系的时候，你不是说都是有原型的吗？我想听听那个真实的生活里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真实的生活里的故事。基本就是这样是真的。你包括是你自己碰到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嘛，就是说基本就是这种，所以这个小说的主题就是人生非常尴尬。每一个人你遇到的不是什么非黑即白的东西，都是永远遇到都不如意的，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一辈子活着就是永远遇到尴尬的事情。
是说没有那么浪漫。他当然会很浪漫，但是你得到了浪漫，你也会有就这个都是无法长久。您说是不是电视剧的就是大部分观众哈，不喜欢暧昧不明，喜欢给态度，明确。不，他们正是喜欢暧昧不明，所以才 enjoy 宝总跟那几个女的关系。要是没有对这个关系的一种憧憬、一种好奇、一种感兴趣，甚至于自己的一种投入，这个电视剧追不下去的。电视剧现在要抓住人啊，最关键的法宝是侦探、凶杀。你看其他漫长的季节啊、狂飙啊，都是每集里边打打杀杀，而且凶手在这样。你要靠一个男女情爱来抓住观众，这是非常难的。那只有一男三女才行，是吧？他其实一男四女了。他那个在香港呢，其实是一个传统。我上次也说过，香港文学刘以昌的《酒徒》，昆南的《地的门》，徐寿的那个《太阳星星月亮》，那都是香港的名作，包括野诗的《剪纸》。龙头凤尾，龙头凤尾 ，OK。所以香港很多经典的故事啊，它都是一男多女啊。这个我放在这个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看是很特别的。我们呢，要么就是一男一女，那这个很高尚，活着这种。要么呢是一女多男，那这个一女多男，不同的男呢代表不同的政治力量。你最典型就白鹿原这种，田小娥啊、土匪啊、地主啊什么，也有一女多男的，男的代表不同的政治选择，青春之歌这种。但是很少一男多女，在几个女的中间周旋。《红楼梦》的传统啊，对啊，但是我讲的是20世纪以来，是通常编这样的剧，一个会担心人家看不下去，但其实也有郁达夫这种，但是另外一个现在害怕你不被人踩。对啊，渣男吗？主要就是这个，对不对？所以这个改编呢，它有两个大突破，一个大突破就是刚才讲那个爽文，他把这些看上去得不到男人的女人写成胜利者，每一个都是宝总那么漂亮，最后我们江湖再见，对不对？而且我是胜利者，对，而且最后都自立自强啊，是吧？不靠男人，靠自个儿，对吧？甚至于这个宝总怎么暗暗的帮助他，这个唐小姐知道了那都不行，那都不行。但是呢，这些男的呢，又都符合他们的理想，那个理想是2条，第一个就漂亮咯，对吧？第2条还有一条，上来就砸钱，你知道吧？这个马伊琍，对不对？你在这里打工，对不对？我上海给你买一家店。对不对？这汪小姐你有困难，对不对？凯德拉克，对不对？送车，你看什么有情有义啊？这个那是看着过瘾，啪一上来，这心里很过瘾啊！你肯定女的会讲，这男的好啊，爽啊，对不对？没有，可是话说回来，刚金老师说人生就是尴尬啊，我对这个最感兴趣。因为不管她漂亮不漂亮，大方不大方什么小说、电视剧，什么剧情我们都会看到哈。那至少对我来说，看小说也好看剧、看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什么？人生就是尴尬之后呢，怎么办？怎么样回应这个尴尬？你用什么方法来走出来？有人不管是女性的独立走出来，还是恩怨情仇。有人真的走出来了，有人呢很不幸，你的选择第2步回应这个尴尬，是让自己甚至把你爱的人带进另外一个尴尬、更大的尴尬里面哈。我觉得后面这个部分是很多创作小说影视作品真正动人的地方。太阳上面无心事，可是如何回应那个尴尬，就有人的主动性。也有命运的部分在里面，所以最动人的一段就是最后马伊琍跟这个宝总最后跟他分手的那一段，他走了，停下来想跟他再说一句，后来继续走了。就这一段是整个剧里边的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事情给人造成尴尬。但是你说，就说这个女性自强决绝到。这个男的暗暗帮他，
他都不受这个，对他对汪小姐非常不满意。我很喜欢汪小姐。我也这一点我也特同意文涛那个，可能我们这种比较从男人角度讲，好像不大会，但是也可能是现在的所谓的需要，就是说女性需要，就是说，在这方面能够更提气一点啊，更怎么样一点，因为。我说老实话，就是按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一般的说，如果过去两个人有感情啊，就是说就算是大家现在不好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帮你，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能够帮你的人是非常少的，非常稀少的。你如果有人帮你，你立刻会注意到，或者立刻会感动，啊，没有这种就是。啊，或者说我一听说是你帮我就不干了，我非得要我自己。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需求，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制作方，就是说可能是他们可能有一个什么数据，所以你就要意识到，这么一个爆款成功的电视剧背后，它必须除了艺术之外，它必须有很多对于主流价值观，乃至于政治正确，这种种的一种琢磨和参照。对，他要维护他的自尊。另外呢，身边也有下家，虽然这个下家他是谈不上爱，但是在经济上他也是一个退步。这样来解释汪小姐的不讲道理，对不对？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记得多少年前，就是有这么个女士，当然呢，她也是找了一位很有势力的男士，但是呢，她就总喜欢，就是说我发现这个可以理解了，就是她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靠男人，我就是靠自己，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其实何必这么说呢？我觉得。你的男人也靠你啊，人与人，人这个字就是两一撇一捺呀，谁能独立啊？对啊，我们都是互相支撑的呀，对，是吧？夫妻、同事、团队，哪怕是男女朋友，对吧？你当然你肯定要某种程度上是依赖了你的男人，但是在这个同时，男人肯定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了你，这才是真实的。为什么现在就特别爱强调说，我都得？我和他的想法，谁不靠谁啊？这个社会挺一致的。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呢？对不对？是什么原因？我的想法真的不一样了。我回去要再想想。当我们重看很多一些女性的传记，哈，就是说从明初以来，也蛮多有名有姓的女性，都拒绝靠男人，不是不靠，是拒绝，啊，可能因为离婚，因为分手，男的就是说给你钱，给你关系，甚至用这个来做一个诱惑，你不行的啦，我们离婚，你带着几个小孩，你一定饿死的，我看见你们饿死，你还是回来吧，跟着我吧，我养，反正是我小孩，他们都拒绝，然后经过很辛苦的付出努力。来有一番成就，我觉得这些人不小了，所以有时候就算我拒绝你，也是人的关系啊，也不是说所谓独立啊。独立好，我的感觉是说独立就是说跟你没有关系啊。可是我用我拒绝你这个作为让我自己上进的力量。也是跟你建立关系。你这个解读也很妙啊！你这个解读，佛家讲啊，叫逆增上缘。对啊，逆增上缘就是说啊，我要感谢我的敌人，我要感谢抛弃我的人，他使得我更有了斗志，使得我有了今天的这叫逆，也是一种缘分，就逆增上缘。所以说，你看，就生活的真实啊，我觉得是复杂的。但是你知道，你比如今天这个短视频时代，你经常会感觉到人们有一种啊。快点，我要让我就是他不喜欢这个世界不明确，你告诉我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人到底是哪头的？非常简单的明确。所以为什么我说跟你们三位作家在一起，我就是要聊聊什么呢？其实文学啊，我觉得是守护仁慈最后的堡垒。就是这个什么是仁慈？仁慈就是同情之了解，仁慈就是说就不能把人简单思维的，就是非黑即白，
每一个人呢，就是大家伙就像不是耶稣讲话了，对吧？你们谁没有罪的，你们可以拿石头砸他，对吗？这其实你看，这个社会需要有确定的。比如法律不是没有正义的啊，这个犯罪者要付出代价的，要做出惩罚。但是你发现没有，光有法律的社会是冷酷的，严刑峻法。你比如说秦朝，对吧？怎么覆灭的？就是我当然说远了，我是说这社会有多方面的。文学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就是告诉你，事情和人有很多很多的复杂性。我对这个老金，不是您的这个成就让我想叫您金老，但是他的好玩叫我老金好了。对，他的好玩老让我想的叫老金。这老金呢，后来我喜欢琢磨这人的语言，我们把他上次几年前了，那是他妈之前请来做圆桌派，我就发现他说话有个特点。就一般来说，这个层次的人哈，咱们就叫观点嘛，大家喜欢讲你的观点。你看，你发现没有？今天的节目啊，包括开会，团队开会，最喜欢说他的观点是什么？观众就爱听观点。一个人要观点明确。我就说，没有观点你就没法活吗？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观点？他就喜欢讲故事。对了，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有的同事还有点失望，你知道吗？就说他这个人没有观点，是没观点。他这个人他就是讲一肚子的故事。但是你发现没有，他这些故事没有藏癖啊，就没有褒贬呢，就是的这个态度是不明确。就是您刚才讲的徐老师，就是说这个近真，这个里边啊，就有一种他们讲的自然主义，就是过去我们对自然主义啊看得太小了。其实呢，一个生活本质的，先不忙着表明态度，你要先看看这是从头到脚是怎么回事儿。这就让我联想到你刚才说的一个，就是说阿宝这样有人说是渣男，其实电视剧已经圆得很好了，对吧？但是那天我听见老金的一个采访，大家在网上传得很广啊，你那个就是说他对渣男的看法。可能因为现在这种快节奏社会呢，他要把你归档一样的，就是说用几个名词啊。但是我是一个做文学的人，做文学的人呢，我就比较混沌啊，就是看人就是很混沌，有好中有坏，坏中有好，这才是所谓纯文学。你如果是通俗文学呢，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流氓，这个人是花花公子，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什么其他，就是说这个是和文学或者通俗文学的这个所谓界定上不一样。你比如原先说自然主义，什么叫自然主义？比如说我记得是左拉写过一个小说叫《姐妹俩》啊，这个姐妹俩呢，就是姐姐和妹妹两个人都在巴黎一个百货公司，我记得是在百货公司做营业员的。那么姐姐呢，就是她的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说她要找一个小职员结婚，然后平平安安的生小孩，过一辈子，这是她人生理想。妹妹是什么呢？喜欢打扮跳舞。她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我要进入上流社会。啊，我要进入贵族的这么一个交际圈。那么你按照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你肯定就要批判这个妹妹啊。但是她自然主义的方式就是说，姐姐是怎么最后啊结婚生小孩，妹妹是通过各种，她是月光嘛，就是说发了工资就打扮，还问姐姐借钱怎么样。但是这个小说的结尾就是什么？妹妹也达成了目的，嫁了一个老贵族，50几岁，特别美满。姐姐呢，就是和一个小职员结婚，也特别满足。她没有一点批判的，那就说明是什么？真的，这个作者他遇到这么两个人，姐妹俩，啊，他们就完成了自己的最理想的这一块。至于所谓批判是指什么，我就觉得现在的人，你实际根本不用去判定。去批判，因为现在的人，我一直说读者比作者更聪明。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还要介绍啊，这个怎么好，这个怎么坏？为什么大家喜欢去超市？超市就是你自己选择啊。我要买这个，我们现在网络上也是自己选，我根本不用你介绍产品的。为什么你们
你们不注意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按我们过去，我们跑到一个商店里边的人缠着你说我这个衣服怎么好，你肯定跑掉了。根本不需要有人去介绍，有人去干什么。我们都是这些现在的受众，比过去这个中国传统历史上，我认为现在的人是历朝历代，现在的人是眼界最宽，什么都知道的，什么都见到了，什么都见到，什么都懂。你再乱七八糟剪的片子，人家都能看懂。哎，什么都看得懂，我作者不一定能看懂，人家都能看懂。所以说，我觉得在文学上面，你只要把你知道的一个复杂的故事或者复杂的人性写出来，你不用去批判它，人家怎么会不懂呢？对不对？所以你看，有一次我看有一个记者采访老金呢，就是说批判现实主义。我们的文学曾经有一段哈，就是很批判现实主义。老金说，我的这个呢，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过太多的批判了。他说已经有过太多的判断了。他说其实我的不判断呢，是在已经很多的判断之后的不判断。这跟他经历有关，因为他做编辑部主任了。对，他看了几十年的各种批判，所以他讲，我就讲故事吧。他这个讲故事里边是一层是讲法国的自然主义的概念，那其实我有相同的体会。我看莫泊桑的《俊友》，我那个小时候看到后来这个俊友没遭到惩罚，我还很失望的啊！我想，哎，这个这么无赖的这个男的，最后好像还混得不错。后来才知道，这个莫泊桑是这么一种写法，这自然主义。但他其实他还有一个。他自己也未见得意识到，你们讲观点哈，它是散点，它是一个故事，一个什么，它不是从一条线去观察，整个繁花你找不到一个，包括这个主人公最接近他的阿宝护生有点相似的，他没有一个贯穿对事物的一个评判系统啊，所以他的反过来呢，在我们做评论的人看来，他就是一种清明上河图的效果，这个恰恰是最近20年中国小说的一个发展趋势。有一个作品跟他的小说很像，就是一句顶1万句，刘震云的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他讲什么故事，他讲了很多琐碎的故事，最后你只能说，哦，你河南的农民就是这样生活的，啊，他的小说也是这样，啊，就是你们男男女女2个时代就这样对照。啊，就是，而且呢，马老师说，那我说就顺着这个说哈，不管批判到底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回到刚才说什么渣男啊，对，一开始就要分类，像我看来渣男就跟渣女一样，对，现在除了说骂渣男也骂渣女嘛，对，还有什么剩女啊、小三儿，我觉得这都不是人道主义的称呼，是吗？重点是就语言部分。就是何其粗糙的语言，对，他光是用渣女这2个字，或是渣男这2个字，抹杀了背后一段关系，或是说几段关系那么复杂的感情，就以为一棍把你打死了，渣男杀掉 cancel， 因为是抹杀消灭文化嘛，渣男杀掉，渣女杀掉哈。所以我觉得批判也好，不批判也好，什么主义哈，到最后回到文学本身，就是文字跟语言。然后说故事，让我想到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啊，他说为什么要读小说呢？他说读小说让我们明白世界上真的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用跟我们不一样的方式来活着。OK。他们是有那些所谓的故事，就是不仅是故事啊，就是他们的生命啊，他们的喜怒哀乐，而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啊，让我们读小说明白，原来不只是我啊，把我解放出来，所以小说的动人就在这里啊。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我一下子忘了。哎，你看了吗？一下子忘了。我恰恰就要讲这件事儿。这个我觉得老金为什么我跟他心有戚戚焉呢？他的路数啊，跟我琢磨多年的这个聊天有暗合之处。你知道他讲故事啊，我早就发现他这个特点，枝蔓丛生。
他几乎讲不完一个故事，你知道吗？就像他的小说一样，他从这儿分个叉，我也跟你说这个阿婆，对，本来是说这个阿公的，然后这个阿婆她的表哥，仔细看他的小说很多结构，是这个样子的。我想到就是咱们说过这个《海上花列传》，对，海上花列传》这个韩邦庆写的这个哈，他其实写的一种东西让我觉得破除了我们的中学生作文的一些观念。比如说我们中学生作文就是说主题明确，或者说你中心思想是什么？哎呀，这个事儿给我难死了。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有中心思想？为什么一定？为了考试啊？对啊，对，考试你没有中心思想，我怎么给分呢？对啊，但是实际有些时候是描写生活的一个原生的状态，而且呢，真的我就对这种写法有个溢美之词了，可能说的太夸张了哈。我就看啊，他这个，你比如像韩邦庆这个小说啊，就你就有点像《蛇虎传》，你看中国传统演义小说，从一个人对写到第2回啊，你以为他是主人公吧，他没了，几十回甚至到结尾这人就不出现了，然后他又认识了他第3回，他认识他，你觉得这个中心在哪里呢？但是它是一个时间的流程，它就像生活的真相。我的溢美之词，我就想起啊，这种子在川上曰啊，逝者如斯夫啊，这种写法就是流水啊，所以他们讲流水账是个贬义的。其实我特别喜欢这样聊天，就是啊，他这个跑题儿跑不停啊，他这个一直这么走下去，然后后来根据我近年来对大脑的兴趣，我发现它是大脑神经元的联系方式。是啊，这种写法它更符合大脑的基本状态。你们去研究一下脑科学吧。我们的这种写作方式，或者说人们的平常日常聊天的方式，是完全遵循着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方法。因为你大脑神经元就是无数个储存的记忆的吧，你不知道哪一个啪，这俩连接起来就触动了你这段回忆，然后那俩连接起来触动了那段回忆。有时候你甚至要把它拉回来。为什么我们说有些人思路比较死板？比如说刷牙，早上起来刷牙就是被训练的。就这个神经元和这个神经元之间呢，联系太多次了，他们是化学连接，联系太多次了就固化了。于是你觉得早上不刷牙就不行，但是实际上艺术创造是提倡什么呢？多尝试新的神经元的连接，让孩子们产生不同的联想。其实有点，所以我说文学不仅是仁慈，文学是能开发我们大脑神经元新的连接方式。今天你说这个特别好，为什么？我们看那个叫《追忆似水年华》，就是普罗斯特的小说啊。他虽然不是中国这种写法，但是他因为这个作家呢，他身体不好，他躺在床上，他后头写作就躺在床上写的，然后写完一个稿子，要出版了，出版的时候，出版社都害怕给他看校样。因为一给他看校样，他会把这个稿子改到花里，就改的像根本就是要重新排字，因为他又冒出像你说神经元一样冒出。因为这个小说它完全就是通过一个马德里点心想到谁又想到谁又想到谁，然后就在跑到一个地方去聚会，比如我们几个人在说话，就后头听到有一个人在说别人什么男女八卦，飘过来几句话，他回头一看人也没有，就说这个整个生活。我记得这个《繁花》的话剧呢，他们做话剧的时候，把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做了一个人物表。那么主要的人呢，字号放大一点，次要的人呢放小一点，然后做成一个网络。然后我有一次讲这个呢，做了一个 PPT， 把这个图放出来，场子里面下面的人说，都好像惊呆了那种。哇，他说，我说你们这个有什么可惊讶的？我们每个人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个样子。我读初中认识了一个谁，这个人放大一点，但是后来就跟他没联系了，或者这个女朋友又遇到谁，就是人就是在走一个迷宫嘛。迷宫里边这条路线交的朋友，你每个阶段交的朋友都是支离破碎，
哎，都是这，就是唯一我们圆桌派，你们这几个人是还交往到现在，你换一个是早就散伙了，对不对？也闹了很多矛盾，是不是？就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的，就像根系一样啊，就一个树，它这边遇到一个石头，它不过去了，它长到那边去，这是很合理的一个事情。就为什么没有主题呢？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是啊。你说是吧，家辉，你昨天一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啊，对吧？其实他的小说，有些人就是说，哎，特别有意思，就跟有些人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一样，就是说，哎，听的还挺好玩，但是完了之后说他们说什么了？哎，所以这样他们才会一听再听，真的啊，他们很多都说我们很多集他听了5遍6遍，不是，所以呢，我不怕得罪你哈。我还有一个这个感触，看了这个电视剧，这种写法我不知道叫不叫弱点啊。就是王家卫的这个电视剧，我看了之后吧，我把小说《繁花》给忘了，因为小说《繁花》呀，它的这种写法确实有个问题，你的记忆不是明确的。我看了你的小说，得到的是一种调子。一种感觉，但是被王家卫这个《繁花》电视剧如此鲜明的性格故事啊，我看完了之后啊，我就发现他那个小说具体是谁跟谁怎么回事忘记了。那么我就开始反过来想，那他这种写法或者说这种疗法，它的价值是什么呢？我觉得是阅读快感。就在当时读的时候啊，看他那么说着话絮絮叨叨的，哎，好过瘾啊。好过瘾的，但是确实那么多枝蔓复杂、枝蔓横生的细节啊，看完之后你要说记得多清楚，那你也不是能够记得很清楚，就会有这么一个效应呢。他那个小说在我读来，因为我是职业病，要做文学批评，所以不可避免的要把你那个枝蔓要概括到一定的一个主题上。在我这个粗浅的概括里边，他写2段，一段就是60年代的一批年轻人在各个不同的区，他们的生活很琐碎，有浪漫的，对吧？有琐碎的。我不知道这个小毛这个算不算浪漫的，被人从缝里边偷看啊，那也很。另外一个就是90年代的，90年代这个我其实看的时候，我对前面部分更感兴趣。我写过评论，我说他要是90年代这一段能够更加入这个阶级分化啦、社会变革的很多内容，我觉得他对90年代那些描写有点重复，有点多。这每一桌都是什么种啦、什么态啦，反正没什么好男女。当然有些没什么好男女，都是狗男女。有些段落写得非常精彩，让我们这个叫异想天开。什么这个4个人住旅馆要抽签，你说这个很刺激吧？对不对？然后几个人在天井里聊着天，一男一女突然不见了一会儿，不见，然后下面还在弹琵琶演奏，还说是那么安静。这个就是原来王家卫看中李李珍那个房子，本来就准备拍这一段的，就看中这个房子。我插一句话，但是如果要从意义上来提升呢？因为他写出了60年代前期上海的，就从地面地图里边就可以看到的生存状态。他南昌路跟那个好地段住的是什么？有钱人，对不对？阿宝家，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然后小毛淘淘那边住的是一个工人区，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上海市，为什么有些人生活的，但不是他的罪过，对不对？阿宝他这只是家庭这样原因，而那个工人区这样生活，我为什么对这点感触特别深呢？因为我家呢也住在北京路靠近茂名路这一带啊。我当时是上钢八厂的工人，上钢八厂是在湖宁路桥，就是大思明中的这一段，就是我厂里接触的工人。跟我家里居住的这个环境呢，在上海这个非常强烈的一种。王安忆写过刘氏、强基，都是写这样的故事。这个资本家和工人呢，经过几十年，他说这个大墙打不掉，强基。今天很多左派的理论家
我这次很奇怪，他们倒没有对你这个发表什么意见。我《繁华》这本书好像左右都蛮喜欢的。对，哎，因为这就是你看不表态，哎，因为他讲90年代的上海的腐败，跟《长恨歌》的结尾是呼应的。长恨歌结尾，上海经济发达了，可这个社会在堕落，啊，它不是一个欢呼的。电视剧另外一回事，电视剧是有点比较欢乐的。那金老师写这个小说，我好奇说，最困难的一段在哪里？最困难就是开头，就是你要接受这个。我因为还是有一个连载的写法，就每天要写，就等于现在每天直播嘛。你是一个专栏是吧？当时一个网站叫弄堂网，全世界的上海人都在这个上面，用上海话讲各种故事啊，或者那时候不是有一种叫网络还是叫网站什么的，现在没有了嘛。然后我一看，哎，里面都在讲那些上海的事情，用上海话讲，哎，这挺新鲜嘛。我也取了个名字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对，就叫独上阁楼嘛，就上去以后就看见一个熟人也在里头，在说一些有名有姓人的八卦。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大合适啊。我说我知道的无名无姓的八卦才有劲呢。那么我就开始弄了以后呢，中间遇到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从随便写到后来变成说，好像我一时收不住了的时候，我就停了2天，因为当时就有很多人上来说，亚硕，你是不是某某人的马甲啊？说你好像他怀疑我是全来了，他怀疑我是什么什么，我说我是刚上来的什么什么，就在打听我到底是什么人，知道吧？有人已经喜欢看了。那我说我再玩个2、3天，我就下去了。实际后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东西。我说我偶然有一天写了300-400字，就是《繁华》现在开头都是对话，都是不分行的啊，都是这么就是逗号句号逗号句号这样一段300-400字。我那天正好有空，我一看，哎，这个写法我从来没见过。我觉得这段时间最困难。我在想，一个你要立一个提纲。我要开始往下讲，我觉得收不住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我用什么方式写？我觉得我就要用这个方式写的时候就被底下人就反弹嘛，因为我每一天写的大概当时都是1500字到3000字这样，不分行的。不分行以后，下面人就说你求求你，他说有一个人说，看得我眼珠子都掉下来了。我说你能不能分个行？我也不理他，因为我意识到这种写法是没有人写过，然后他就把自己给我，他自己分行那个贴上去了，贴上去变成一个剧本了。就阿宝说，然后他说这样，我还是不理他以后呢，我就发现说，人就会，你只要到一定程度上，所有看的人都习惯了，就是。所以刚才文涛说好像进入一个什么语言环境一样，就迫使你只要喜欢看，你就必须接受这种腔调，对，然后就看进去了。哎，这个阶段就来回反复，这个我要习惯这个写法以后，反而放松。因为原先我看54时代有一些小报啊，有几个老报人，香港肯定也是继承了这个传统。有一个老先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一天连载3个专栏，3个小说，3家报纸。哎呀，当时看说这个老先生实在太佩服了。就这个老先生就是什么，中午吃一点饭，下午开始他就抽大烟，他躺在这个鸦片塔上抽大烟，所以他在想。然后外边呢就是3个小弟，报社的小弟等在外边。他抽完一袋烟以后，就这个小弟马上拿一张纸过来。他就飞快的写一段，我估计大概700-800字或者这种连载，不像现在连载多，写完就交给那个小弟，拿着就跑出去排字。然后第2个小弟来，就第2个小说，他脑子里头全想好。你如果只要进入这个轨道以后啊，我后来明白了，就很容易的，因为他成天就生活在这个里面。哎，他什么别的事情叫语境。你像现在做直播一样，他每天因为有开头几天很焦虑啊，我明天要出来，我说什么，
然后过30天以后，我成天就在为这个事情在想。他每一节，比如2000字这么中间空一行的这一节，就是当年放上去结尾。所以在结尾的时候，它和一般的小说的结尾不一样，它有一点且听下回分解，那好像故意停，突然刹车，或者突然这样，那么下边人就会就会等待嘛，很期待。所以里面有小毛一段，那个楼下那个大嫂，她叫小毛进来，她夏天天太热了，她洗澡嘛，洗澡说小毛，她说你帮我拿一个肥皂过来，她已经在洗澡了，然后小毛就不看她，就看着窗子外面在下雨，她说小毛你把头转过来，你帮我去拿一块肥皂过来。就在这个地方我就停下来了，没有，那急死了，底下人就急死了，说哎呀，我就讲90年代的事情，小说里也是，这个网上也是这样的，就讲这个讲3段，然后就开始又讲90年代，然后等到编成小说的时候，这个责任编辑就到这一段，他说还是你把它接下去算了，肥皂拿过去算了，挺有趣的，就是最困难的就是指用一种什么方式的语言，你把它定下来。你看家辉他原先用广东话写他的小说，我也跟他建议过，我说因为广东人和上海人不一样，你看广东的报纸，他才不管你别的人，他照样用广东的一些方言词。对啊，但是我呢说，我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嘛，我要把这些方言词拿走。但是广东人他习惯，我到广州看那个报纸，有的报纸我看不懂啊，那这个也是因为我是当编辑的，当编辑就是会看到有的稿子过来，他写什么其他地方方言，我的判断就是说，如果只要普通话读者看不懂，我就要叫他修改，或者他不能修改，我帮他修改。对对对，当时金老师给我很好的提醒啊，所以我后来修了一下。那到后来我又发现啊，就算我不是广东话，可是呢语感是广东话的语感，所以读者读起来呢，明明是规范汉语啊，我的描述，我的甚至某些很多对白都是用规范汉语，可是他读完的感觉还是你是广东话小说。对啊，因为你是母语是这个嘛，就等于我们南方人，我们不是北方语系的这个方言系统的人，我们都是接受第二语言的教育的，就是说我们脑子要写作了，立马用第二语言。那么写这个的时候，因为一看大家都在写上海话，我写就开始写上海话，而且我是用编辑的方式，注意不要用这些难懂的字。以后我唯一的发现开心的事情就是你要写对话什么就非常流利，因为我用自己母语了。我原先用普通话写小说写对话的时候，今天写好了，我明天就看看，觉得好像这个两个人这个说话的味道总有什么地方要去修改。但是你用自己母语写啊，一点都不用担心，而且会挺活跃那种，好像挺开心的那种。而且呢，徐老师，上海人不说嘛，上海人讲话是侬讲我讲，你为什么要把它变成说呢？你很少讲。实际上我脑子里想的是，这个小说可以完全就是一个话本。话本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说书先生可以一个字不换就可以，他如果能背下来，他就可以说评书这样。那么说是什么呢？说这个字，实际上海人是不会说的。我这里面就用了我父亲这个苏州腔的上海话，你看一杀就是像台字开篇，台字苏州台字里像杀司先生的，杀就是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书面语，对，港实际上是一个方言，对，比如说我跟子东老师说，那个文涛港啥就转述啊，我是用讲，但是字面上直接写到他在说，我就用说书先生的这个杀。还有一条，你不用感叹号跟问号。就是我家里我父亲有一本叫唐人选唐诗，它是
1949年的版本，那里面还用古式的排列，就是比如唐诗，唐诗它不是逗号句号逗号句号，它是一个圈一个圈段叫，这是中国的标点。中国古书为什么说叫可圈可点？中国的印刷是没有标点的，对，你一边在看一边圈点，圈，或者是句段，对。那么我就想创造一种华文的特点，那也不得不你不能不用标点啊，但是用最简单的西方的标点就是逗号句号。所以写了这本书以后，上海当时有个非常权威的，就是咬文嚼字的主编郝明建先生。郝明建先生遇到我，他就板着脸跟我说，他说你为什么小说里面没有用惊叹号，没有用问号？为什么小说里面要用繁体字？我就吓了一跳，就在说，然后他就笑了，他说小说是可以的，他因为每天都在挑别人毛病嘛，但是你遇到小说你没办法，因为这个里边的我心里想，我要为了纪念我们的繁体字，所以这个书里面只要提到旧书旧诗词，我就要叫编辑排成繁体字。就会很好看，就是说，所以我说繁体字有一个最大缺陷，我跟那个初安明说的，就是台湾印刻的出版社，我说我现在发现繁体字的缺点了。他说什么缺点？我说我这个小说排成繁体字以后，这个差别就没有了，是都一个了，没有这种繁体字，没有这个对照了。你因为本身这是主体全是简体字，然后突然出现繁体字。但是排成繁体字版就完全没有。所以我对这个伟大的文学啊有个执念，我总觉得真的像牛的一个小说哈，不光是写一个好看的故事，要创造一种语言，并且这个语言实验还成功了。就创造一种语言呢，那可能不是文学行的人就不太懂这个有多么重要。是的。但比如说我拿我这个行来举例子哈，什么叫创造一种语言和它的这个重要性？比如说啊，100年前不是几十年前，我最早的，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开头的时候是一种语言，叫做什么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都是这样的，我们全都是这样的。那么你知道，第一个说，嘿，大家来了，今天咱们聊聊，第一个这样说的主持人是了不起的，它意味着开辟了一个新的语言，对吧？所以我就说拿这个好有一比啊，而且呢，这个语言当中啊，还有我觉得真是就是一种文人的这个深深的一种情致在里头。比如说这个金老师的这个，有人就注意到了，说这个《繁花》呀，他刚才讲上海话，我还跟他学了，原来上海话也有不同的腔调，其中有一脉就是咱们所在的地方跟苏州大有关系。就说这个吴门是吧？对，就苏州的味道的上海话，有人就说注意到他《繁花》里的这个语言呢，有些人语言感觉很灵敏的，就注意到他一写到这个地方呢，好像就怎么说就慢下来了。是的，说中你了是吗？是的，因为这个可能跟我父亲比较有关系。我父亲他是一种苏州，这里的话跟苏州话很接近的，就是说苏州口音的上海话，上海话有各种口音的，就我父亲那个是苏州口音。那么为什么我说苏州口音会显得特别的文雅？是因为苏州有戏剧里面最那个文雅的就是昆曲啊，昆曲就是苏州的，它要比京戏啊，比京剧啊，它要更加文雅一点，非常文字非常文雅，所谓南昆北昆。我们这个年纪的小时候，大概60多年前，那有点文化的那个人家，像我们这2流的，第1流是读经的，以前2流人家就作诗填词，吹笛唱曲。老爸下班回来了，那天他高兴，然后他拿着笛子，我们来唱曲吧，唱什么？唱《山堂红》好，然后我们周边的孩子都来，他嘴里说哆哆，我们就唱，这为你
水花美酒，似水绿有你。最后一个橄榄腔，声音唱到很远的地方去。当我们唱得很投入、很像样的时候，我老爸当时头发花白了，他会很感慨地说：“真好啊，你们是如花美眷，我呢只剩下似水流年了。”那么有这么一个文化背景，再加上苏州这么久远的历史，所以它一直在影响这个长三角，起码是影响这一块的地方啊。然后到最后，就是因为被那个太平天国这个苏州城烧了一半嘛，还有其他上海有租界的原因，所以大量优秀的人全跑到上海来。在海上花列传时代，任何姑娘到上海必须学苏白，你学了苏白，你才能见客。见客啊，你必须要唱见得客，你必须要唱评弹，什么都要琴棋书画这种一种文化的象征，因为他接待的人都是文人，都不是一般人，雅士啊。这些文人雅士呢，他自个的婚姻呢都是包办婚姻，有自个那些这个有的甚至不识字的都有。那么要交流情感，只能是要有这个语言啊。所以《海上花列传》它完全是张爱玲后来译，它完全就是苏白。他不是用上海话的，对。但是为什么到后头，现在吴语的代表就是沪语了，原先就是苏州话，它是因为上海的强大的这种城市的背景的内容建立以后，苏州就缺少了这一块啊，就退了。你看《海上花列传》是看那个原版的还是看国语的？原版的那个张爱玲翻的我也看了。他叙事用的是标准的话，就是对白全部用苏州话。那么苏州话里面乃就是无奈的奈加个单人旁，乃就是你，有很多字都是原封不动。他当时写了这个，有人就劝他说：“你当年就是这样的。”他说你用苏白写这个，你肯定印刷不行的，啊，你肯定你卖不了多少本。但是这个作者呢，他坚持说我就要用这个话。果然他这本书实际他活着的时候没印多少，是后来胡适发现说这个书有价值。当时还有一本叫《海上繁华梦》和这个《海上花列传》是两本。这个《海上繁华梦》呢，它就是全部用书面语，它没有用方言写。这本书卖的最好，当时。但是这个作者《海上花列传》这个叫韩邦庆。韩邦庆呢，他这个人他死的也很早他就是一意孤行啊。他的这个杂志叫《海上奇书》，是中国第一本小说期刊，中国历史上1893年啊，这个文学史上这个它是最重要。他办的这个杂志，大部分就发他自己的这个小说。所以我就从这儿就体会到语言就是故乡啊。所以在这点上，你们王家卫拍的这个戏啊，到现在就把这个成果给扩大了。这个是最明显，是这样。这个电视剧的最大成功啊，按我来说哈，就是方言入文的一个大突破。是因为曾几何时，在上海，沪语是不上台面的。是它一方面官方不鼓励，很多节目你要用沪语，它就限制；另外一方面呢，沪语自己限制。沪语的表现节目呢叫滑稽，这个滑稽就比相声低一档次。就是姚沫双、周伯春啊，就比这个侯宝林他们这个，就同样相声里开个玩笑，大家觉得这个很上台面。但是滑稽呢，这个就是虽然老百姓喜欢，对吧？所以弄到上海的公众领域，你一讲沪语呢，就变成是一个很下里巴人的一个味道。这次一个大突破，它影响全国各地的方言入文。
对，他现在有很多，比方说广东一直有，广州一直在争论电台应该用粤语还是可不可以，不用普通话用粤语，就是争论的很厉害。哎，现在你在广州你去讲粤语啊，理直气壮，因为《繁花》，他们说你看《繁花》，央视播的，对啊，而且很成功，很多人都，甚至北方人，我说你看，我也看沪语版啊，你也看沪语版，当然了，必须啊。最早不是上海电影译制厂都是配音的嘛，后来现在我觉得现在特别好，就是不要配音了，对，我们要听这个原声，尽管听不懂啊。就像我就讲苏州评弹，我们上次拍《锵锵行天下》，我就用半集的时间就苏州评弹，我就给他讲啊，我说听那个味道，不在于听得懂他们唱什么，那是一种生活方式，你知道吗？我往那儿一坐，我听着苏州评弹顶上的，它是一种按摩，有点颓废，让你觉得衣里歪斜，让你觉得哎呀，生活就是平淡如水，没有什么担心的事儿，淡淡的。红娘日推动了纱窗，想起北中央楼内分两厢，又进头了南，年手下爱公山。红娘她泪流满，又进上了南，楼内塞两厢，想起北这般必然落纱窗。你像安藤忠雄，施之纯先生跟我很详细的讲过，这
这个让我想起那个赫鲁晓夫那个雕像。左拉写过一个看莫泊桑的俊友。有一个宣德炉，丰子恺先生一样。我说是捷克伦敦。像狄更斯所写的，像那个刀比利，普罗斯特的小说啊。生酸感啊。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